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朵洛丽丝的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一直以来呢，人类社会就存在着来自于其他星球生命的一种轨迹，他们以化身成人类形象的方式，或者是心灵传导呢，为人类带来科技、艺术、医学、人文思想以及重大的启发。而就在地球即将进入重大转变的这个阶段呢，据说宇宙召集了银河系的各个志愿者呢前来协助地球。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来自银河系的星际志愿者。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书中就说呢，地球是一所人类学习课程的一个学校，但它不是唯一的一所。有些人曾经在别的星球居住过，曾经在别的次元中生活过。有许多接受过催眠的人都曾经回溯过自己是光体，或者是生活在一种制服的状态之中。他们原本没有理由要进入地球的密度和负面，他们呢是自愿在这个时候来协助人类和地球的。这些新来地球的志愿者的灵魂有3批，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前来呢，就是因为绝大多数在这里生活的人呢已经深入了业力而没有进步嘛，他们已经看不到自己生活在地球的目的。要了解为何这些3波志愿者来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地球，我们必须回到最初远古以前地球上没有生命的时候。当时只有很多座火山，而大气中充满了氨。为了让生命出现呢，地球必须被改变。当时宇宙中呢有些议会负责和定制宇宙创造生命规则的规律，这是个非常井然有序的一种体系。有些较高阶的存在体呢，在宇宙间寻找合适的生命居住的星球。一个星球在这个时候会得到它的生命许可证，然后不同的种类的外星人或者是更高的存在体呢，会奉命前往那个星球，执行让生命开始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每当需要人类或者是某样东西的时候，这些存在体会过来和人类一起生活，并提供人类所需。世界上每一个文化之中，其实都带来文化的外星人的传说。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中呢，那些存在体若不是从天而降呢，就是跨海而来。他们是老师，而且想活多久呢，就能够活多久。这些来自于宇宙的老师呢，就把知识当作礼物送给了当地人。就在生命开始要美好前行的时候呢，一颗流星当时撞击了地球，带来了疾病、细菌。这是疾病第一次出现在地球。因为疾病呢，地球上的生命永远不会像最初所规划的那么完美，人类的天性就开始出现了负面的内容，陷入了一段极其危险而动荡不安的时期。于是当时的议会就要求志愿者必须到地球去协助了。他们对宇宙呼唤，招募灵魂前来协助地球，并告知呢，地球上的人已经深陷在轮回，他们在业力的轮回中上百上千次的转世，一再回来呢，却犯下同样的错误，创造出战争、暴力。那人类应该要进化的，但却没有所以就分成了3波志愿者呢，分波段来到地球。一呢是改变地球的能量，以避免呢发生重大的灾难。2呢是提升人类的能量呢，让我们能够与地球一起提升至下一个次元。第一阶段的灵魂到现在呢，大约应该是40到60岁出头了。由于当时地球的社会环境较差嘛，他们是最难适应地球的一批。第2波阶段的灵魂大约应该现在是30多岁了，他们呢普遍来说不太起眼，人生过得也没有那么辛苦，他们一般专注在帮助他人。那第3波呢是新小孩，其中有许多人呢现在正值青少年阶段，他们带着所有必要的知识来到地球，这些都是在他们的潜意识层面当中的。因此呢，朵洛丽丝呢就开始寻找这些降临在地球的一些志愿者。那第一个案例呢，他的名字叫做查理，他出生于1948年，所以可以被归类为第1波志愿者。虽然那个年代动荡不安呢，但是他过得非常的平和安稳。接受了朵洛丽丝催眠指令之后呢，查理呢看到了2个结合在一起的影像和景观。他不确定要专注在哪一个，他看到一边有只脖子很长的绿色恐龙在树下平静地吃着树叶，而另一边的远方呢则有一座金字塔。于是呢，他说他决定去金字塔这边。他说他靠近金字塔之后呢，金字塔很大，顶端呢尖耸。这座金字塔呢有个让它与众不同和有趣的地方，就是上面有个非常明亮的球体，它和太阳一样亮，而且对照着四面八方投射出光，类似于灯塔。只是光线呢不是环绕投射的，而是静止的散发出明亮的黄白光芒。
理查就发现自己在那个时候是个年轻的男子，穿着皮革凉鞋，类似于古罗马市民穿着的那种长及膝盖的长袍。不寻常的是，他发现自己有一头很长的灰发，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说不太合理。在这一期间呢，他靠近金字塔非常小的石窝居住着。他认为金字塔的光呢，好像是保护他的一种安全光。那光从金字塔的上端照下来呢，他看着一切。理查就发现金字塔的这个侧面有阶梯，还可以爬上去。大光球的正下方还有一扇门。当他偷偷潜入了那扇门之后呢，他说里面空无一物，只有一颗闪亮的粉红色的水晶悬浮在室内的中央。当他一手抓住那个水晶放在掌心上的时候呢，光线就围绕他的手呢开始闪烁。迷茫之间他说他忽然之间顿悟只要握着这颗水晶问问题呢，他就会回答的。于是他就认为水晶和金字塔上端更大的光球是一定有联系的嘛，他们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那这座金字塔呢，是由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古代人所建立的，顶端的闪耀光芒的呢，是有保护目的的。如果没有它的保护呢，有些来自于宇宙其他的东西进来以后就会对这个星球造成伤害。那粉红色水晶是这个室内的守护者，它和金字塔是一体，它维持着金字塔的运作。理查呢，则是这颗粉红色水晶的看守者，他就认为自己在这个地方工作是很开心的，每天都千篇一律嘛。于是呢，朵洛丽丝就让他前进到他那一世的最后一天，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天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一下子把理查就带了上去。这个光束呢，是突然之间从天上出现的，似乎不是来自于太空船。虽然很突如其来呢，但是理查早有心理准备。只是让他吃惊的是他的肉体并没有被带走。在他从天空中往下眺望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被留了下来，躺在了地面上。而那一具身体看起来很老，应该是活了很久了。当他被带上去之后，他去了一间房间，跟一些自称议会长老的人待在了一起。那应该是灵魂的世界。出现在议会面前呢，接受生命的评估。理查就站在他们面前辨识不出他们的脸，他们都在问他问题。接着呢，他得到了一个答复，说你已经完成了那个层次了，现在要移动到另一个层次了。这也就是理查第一次来到地球，他的使命呢是去那里保护大家。在他周围的人呢都不会意识到，但会受到保护。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就像是他在金字塔那一世在做的事情是一个纯正的守护者。理查的这一世也反复出现一个梦境，就是那些外星人要让他看守他的根。说他呢是来自于宇宙，他不是地球人，而宇宙中呢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来帮助这个星球，并且告诉他说这里的频率极低，他呢是超越他们之上的。他的第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地球的一个体验，和地球人一起生活，但主要的目的是稍后要建造某样东西，一个指引和帮助这个星球的东西，并告诉他说在地球的未来震动会增加，而那些没有随之提升振动频率的人会无法适应这个能量，因此呢，他们会退出地球，剩下的一部分人会留在地球面对改变。他们必须学着放手，需要经常静思冥想，多让自己安静下来。大多数人其实害怕独处，有好多人不明白嘛，那就是地球所消耗的原因了。频率呢是个强烈的效应，较高阶段的振动呢是一种效应。人类不想以往较高阶段的振动呢，又是一种效应，而且会造成改变嘛。但振动呢将会越来越快，就会形成一股不同的力量。若不跟随呢，振动就会加速，会被卡住。所以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在拒绝提升他们的振动，这就意味着这两股力量会变得更强。如果不在一起呢，就会成为对立。所以说，看来除了待在地球上呢，第一波志愿者还有别的任务吧。他们的能量可以运作其他的用途。在这个案例中呢，有些人来到这里呢，是要用他们的能量保护所有接触他们的人。虽然大家意识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守护者，这样的感觉总是令人安心的嘛。在2009年呢，朵洛丽丝又接触了第二个志愿者，她的名叫莎莉。催眠她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掌控欲很强的男人，她迫切地想要从这个没有爱的婚姻中脱身。由于她也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这已经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模式了。她总觉得活着很累，这些对于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当莎莉从云端下来的时候，她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一座大城市的上面罩着一个圆顶，
好像是城市上头有一个盖住的玻璃器皿一样嘛。建筑物呢有高有低，这是一座被泡泡包裹住的城市。莎莉就从这个泡泡外面往里面看，圆顶的外面呢像是围绕着它的一层大气层，仿佛呢是看着一颗星球的外观一样，就像是站在一座玻璃的城市外面眺望银河。那城市呢是漂浮着的，是悬浮在太空之中，圆顶呢会缩进去，然后再打开。当里面的人决定他们要去外面的世界旅行时呢，这个入口就会打开。说着呢，莎莉惊叫一声她说自己来到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些能量存在体呢围绕着桌子，有12张桌子，这个应该就是议会了呀。那莎莉也没有听到任何指令只是那些存在体告诉她离开的时候到了，但是她的感觉并不是很友好，她不想接受这个任务，也不想去他们要她去的地方。这个就意味着她在地球已经经历了很多事了嘛，每一世经历过后都要有一个恢复能量的时间，但是这次她说没有，这让她很疲惫。然后议会成员就问她说是否愿意准备好通过最后一次转换的考验了呢？一旦试验成功呢，她就能够休息了。如果这时候休息就会错过这一切。试验成功指的就是地球顺利的移往下一个次元的路，它将要做亿万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在源头的路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存在体来说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最终呢，莎莉就同意来到地球做一个协助者。她选择莎莉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有一种数字振动的模式与她的细胞结构相连接。那这样一来呢，只要有人说她这个名字呢，她便会感受到这股新能量。所以名字呢是人们自己做的重要的选择，那是人类灵魂编码的一部分，并不是由家长赐予的。这和星象学也有一些关系莎莉特别选在1959年的12月出生作为一个入口。那生日呢，她说便是一个门户。作为入口的意思呢，就是灵魂和意识的旅行方式，一扇存在体内细胞结构上的一个启动的门，接触到它的人都会被启动，以便引导他们通过太阳的质点唤醒他们的 DNA 里的光。但是莎莉自身呢维护的不太好，恐怕呢让她会停下脚步，于是她就必须克服不被爱的那种恐惧，也要帮助别人克服。情绪和家庭的设定呢超过了她的负荷，她以清澈和开放的强烈的同理心来到人世，但是呢密度对她的冲击似乎超乎了她的想象。她不了解这些能量，因此呢对源头关上了门。不过直到现在呢，虽然他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恐惧了，在他的灵魂的转换呢，需要做出一次大的跃进。他在这一世呢，会得到全灵，将他内在的一切呢全部拼合，然后回归一体。在回旋宇宙系列里曾经说过有一个更大的灵魂叫全灵，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的真我了。但它太大了无法全部挤进一个身体里。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能量都试着进入一副身体，那这个身体就会坏掉。那灵魂就像是一个有许多切面的宝石，全灵呢就为了以更少的时间尽可能的学习，于是就派出了他各个碎片去各个地方去学习，尽可能的去收集体验。因为我们确实是活在我们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灵魂从不同的角度和面向尽可能的经历各种体验，习得各种的知识。当新的地球终于完成时呢，我们的个别面向会通通被召唤回来，与全灵重聚。于是朵洛丽丝就开始问这个莎莉潜意识那个圆顶的城市到底是什么呢？得到的回答是，那是莎莉的家，她称之为亚特兰蒂斯，但并不是人类所熟知的那种形式的亚特兰蒂斯。她说那是在另一个次元的亚特兰蒂斯，它展开了新的生命，那些灵魂继续前进并被提升，转换到了新次元时空了。由此呢，对于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志愿者而言，有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他们必须了解恐惧和不想待在地球上的感觉会阻碍他们的进展。许多人确实觉得这里太难了，生活在地球太难了，他们只想离开。那么他们最好呢，开始了解并处理这些感受，不然的话，他们会被困在地球的，而且呢，无法实现他们崇高的合约。还有一批特殊的志愿者呢，他们在历史上关键的时刻志愿来到地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目睹可怕的毁灭，不希望另一个星球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当上级说地球有难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举起手来前来的人。这位呢，被催眠者叫艾伦。在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呢，
飘离了地球啊，在飘过太空之后，他出乎意料的变成了在地底悬浮，并从一个洞穴钻了出来。他看到周遭的地形是一片平坦的沙质红土，这里只有岩石和沙地，没有植物。艾伦在洞口往外看呢，这里可以直降到地底。他飘出洞外呢，来到空旷的地带，外头的地面很热。他站在这个沙地上，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人类，因为他的皮肤是棕褐色的，身体很小，像是一个黏糊糊的矮胖的生物。艾伦发现自己的手里拿着一种工具，于是他就在想，他要用它来测试土壤收集的样本，看看土壤是否受到污染和辐射呀。这里已经空无一物了，他称地底还有其他人，他只是被派出来做测试的。这里的人都生活在地底，为什么他们要往上飘出洞口呢？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已经被毁了吗？这个星球最初的样子他说和地球很类似，也有植物，有水，有文明，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灾难呢，他们已经生活在了地底。那地底的这批生物好像是因为能够在地底生活，才会持续的在那里生长。不过他们是在发生灾难之后才搬来的嘛。于是在地球毁灭之后呢，他们想上去继续做研究，想看看这里能否再度支持生命嘛。那造成毁灭的原因呢，不是核爆呢，就是某种大灾难了。但艾伦无法看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不过他的语气很难过。他说他本来应该要看这个星球上原住居民的，可是那一些人都已经死了。艾伦说他们是搭着太空船而来的，船上的空间很小没有很多人，那里有荧幕、面板和灯塔之类的。他们住在外太空这个星球上的洞穴呢是自然形成的，这一切呢就如同是一个建好的实验室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验呢，他们就得出结论说，这里的土壤辐射虽然减少了，但是不能够把生命再投放到这个星球了，也无法再种植了，没有重新生长生命的可能性，一切都毁了。朵洛丽丝就引导他前往到另一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艾伦得到前往地球的机会的那一天。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艾伦在一艘太空船上，领导他的人说，为了防止地球发生同样的灾难呢，需要有人到地球上去。他们害怕同样的事情在地球上再次上演。那除了艾伦呢，这艘船上还有其他的人也要支援前往地球，他们想要促成改变。有些人呢会待在太空船上，有些人呢会在地球的表面上。在太空船上的人呢会协助地面的人，下到这里后呢，他们很难记住原先发生的事情。因此艾伦的疑问之一就是他一直在画不寻常的符号，他想知道那是从哪来的。于是朵洛丽丝就询问艾伦的潜意识得到的回答是那些符号是基因升级的一部分。太空船呢是资讯传出来的地方之一，特别是传送到他身体的这个容器。那艾伦在写东西中就是有某一些异文合并物，是他在异世界看到的文字，但它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是正面的。当来到地球的志愿者们顺其自然的时候，他们的能量就会影响到身边很多人。艾伦就希望服务人群让更多的爱和正义的能量对抗黑暗和暴力，避免战争毁灭，星球的惨剧再次发生。在其他很多个案例之中呢，很多被催眠者呢也都经历过星球被毁，他们不是在地面上或者在太空船上目睹过毁灭的过程呢，就是在返回星球后看到物是人非了嘛。这些人呢一直都有一种强大的难以承受的深刻的哀伤，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当所有的记忆都被消除，前方的路途呢会有多么艰难。意识到自己已有任务在身呢，他们的能量对于人类达成必要的改变极其重要，而他们要做的呢就是生活在地球。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